拉夫罗夫的讲话遭印度听众嘲笑，俄罗斯的舆论战水平有待提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印度瑞辛纳对话论坛上告诉台下观众，我们试图阻止战争，是乌克兰对我们发动了战争。此话一出，引起印度观众的哄堂大笑。印度人哄笑看似小事，其实呢，很能说明印度人对俄乌战争的看法，以及对俄罗斯的态度，甚至能证明西方宣传下印度普通民众对乌克兰危机的观点已经与俄罗斯的官方解释完全不同。印度政府刚刚在 G20 外长会议上同意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印度民间嘲笑拉夫罗夫的表态，证明了这个国家上下一心都在看俄罗斯的笑话。那么如何看待俄罗斯在这场危机中所持的立场与印度人理解上的巨大差异呢？这里面有西方宣传的原因，但是从本质上看，还是俄罗斯在舆论战方面的失策。首先，美西方一直在宣传保护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的重要性，这条原则被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在印度人看来，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土地上作战，而不是乌军在俄罗斯土地上作战。这种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观念很难被俄罗斯的宣传逻辑所改变。其实，美国过去是违反联合国规则最多的国家，入侵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空袭南联盟、利比亚、叙利亚，哪一场仗不是在别国的领土上打的？肢解南联盟、塞尔维亚就谈不上什么领土主权完整了。现在轮到俄罗斯采取同样的行动，却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了。可见美西方搞的舆论战的确有一套，而俄罗斯在这方面则成效甚微。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在意乌克兰方面先破坏明斯克协议，甚至在俄军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前，有部分乌军跑到俄罗斯领土炮击俄罗斯哨所等挑衅事实。相对而言，中国所说的从历史的经纬重视俄罗斯的战略安全关切更为客观公正。但是印度民众显然不认可俄罗斯对于战略利益诉求的说法。第二，莫斯科将俄罗斯族的保护政策凌驾于联合国宪章之上，反而掩盖了乌军纳粹化迫害乌东俄罗斯族民众的事实。按理说是西方先发动颜色革命，推翻了乌克兰亲俄政权，然后才有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事儿，接着又是顿巴斯两个共和国与乌克兰政府发生冲突，后来才有了明斯克协议，乌克兰又先违反协议。俄罗斯基本上都是处于防守反击的位置上。从俄罗斯的逻辑来看，当然是西方先破坏规则，推动北约东扩是不遵守承诺，用颜色革命颠覆亲俄政权本身就是没有底线，破坏俄罗斯族的行为更是等同于纳粹。但是西方现在只宣传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属于是侵略，而这种解释得到了全世界147个国家的认同。所以莫斯科保护俄罗斯族的利益并没有错，但在如何保护的问题上仍然值得商榷。选择派民间武装还是出动正规军进入乌克兰作战，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就像两个人吵架，一方受了很大的委屈，但是只要你先出手打人，那么你就有理也会变成没理。国家之间差不多也是这样。俄罗斯前期眼看着乌克兰的亲俄政府被颠覆，俄罗斯族被欺压，但是由俄军出手干涉，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又不占理，还让乌克兰掩盖了其纳粹行径。当然，如果俄军能够迅速平定局势也还好，就像格鲁吉亚战争一样。现实是俄军高估了自己的实力，结果打得非常拉垮，那么强权就无法代表真理了，看看们就会强调国际规则了。这个道理很现实，也很残酷。美国发动了那么多次侵略战争，国际社会再怎么强烈谴责都不管用，说明强权仍然代表真理，俄罗斯的拳头还是不够硬。第三，并入乌克兰4个州后，俄罗斯的任何说辞都难以说服印度民众。如果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还有正当理由的话，当俄罗斯政府批准并入乌克兰4个州之后，开疆扩土的行为就会让这些说法都破功。印度人的哄笑从本质上看就是俄罗斯无法解释并入乌克兰领土的理由。由于普京在战争开始时说过对乌克兰领土没兴趣，如果俄乌冲突是一场舆论战的话，
那么俄罗斯就需要让印度人心服口服，毕竟印度还是一个亲近俄罗斯的国家。显然，拉夫罗夫高估了印度民众对俄罗斯的好感，而低估了印度人的投机心理。这说明俄罗斯目前在与西方之间展开的舆论战中明显处于下风，是需要好好反思一下了，以便今后能够采取更有效的策略，以提高自身舆论战的水平。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